为什么现在做比特币，什么时候可以做山寨币？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2张多单。虽然说我们的仓位呢开的不大，我也开的不满意，但是呢，我们入场在了一个还算可以的价格，大概在$44,900左右。那么以太坊呢，我们是入场在$2,000左右。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吃到了好一大段的涨幅了。尤其我们利润的部分呢，总和啊也是随便就可以超过300万的台币，大概是$10万左右。其实真的还可以了，还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山寨币的利润呢。其实山寨币呢，我们也是挑很强劲的来做。如果说其他的山寨币可能就还好了，但是 Solana、Avalanche 这些币种呢，算是涨得还可以的。那我们之前以太坊呢，我们扛单说实话也扛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都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收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如果总和来看的话呢，非常接近$3万的收益了。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新用户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这2个活动呢相互不冲突，你可以同时参加，同时领这2个奖金。那我们来看到比特币当前的盘面，其实呢，为什么我们在仓位上啊都是比较着重比特币？你可以发现啊，我们在开这2个仓位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仓位它是以太坊的2倍哦，2倍哦。那么比特币的仓位呢，它也是山寨币的好几倍。我们山寨币的仓位其实开的真的是蛮小的，只是因为我们吃到了好一大段的趋势。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现货的配置上呢，目前呢，我也是比特币占了绝大多数的仓位，以太坊它有占了一部分。那么山寨币呢，几乎就这个比例是可以忽略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指标啊，就是 Bitcoin Dominance。那当然了，我们之前在看的时候呢，都是个别看啊。不过当我们要跟比特币的图表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把它给缩到下面去了。那这个指标呢，我们有专门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群组来领取，完全免费，完全免费，就是赠送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在走的这轮多头啊上涨，我们就不得不来复盘一下我们前面的上涨上一轮了。那如果要再复盘上一轮的话，我认为这个参考价值就不太大了，因为其实比特币呢，它的市场真的是变化的非常非常快啊。我们之前呢，在19年、20年、21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山寨币啊，它就已经有不少了，而且甚至市场上也注意到山寨币了。但我们要再回到更上一轮哦，也就是我们16、17年的这轮上涨呢，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山寨币的，所以我们就不参考上一轮的上涨了，我们只参考我们上一轮的牛市。我们可以发现呢，基本上啊，当我们在呈现这种疯狂的上涨的时候呢，Bitcoin Dominance它也会随之上涨。那这可以表示什么呢？这可以表示啊，其实我们在牛市刚开始的时候，至少刚开始的前2年。前2年那当然了，我们当时是从19年、20年这个是我们牛市开始的前2年。那其实我们比特币都是4年一次周期的，所以我们放到现在呢，就是我们23年、24年，就是包括我们去年就是比特币上涨的时候呢，当加密货币往上走的时候呢，比特币它的涨幅也会比山寨币的总和来说呢要来得更高。所以你可以看我们23年、24年像我们23年的这段上涨。当我们的加密货币往上走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指标也在往上走，这个指标在往上走就表示比特币会比较强势。那我认为呢，我们24年呢也会是这样子的，至少我们在24年上涨的时候呢，比特币它涨势会比较强烈，会比山寨币的综合来说是要更强烈的。那相反呢，就是我们在震荡呢，在回调的时候，那你说24年会不会有震荡，会有回调？我相信是一定会的，只是时间出现在什么时候的问题，长短，或者是说下跌的深度的问题并不是会不会的问题。那当我们出现了震荡、出现了回调的时候呢，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它就不会继续往上走了。所以，当我们比特币上涨、加密货币往上走的时候呢，比特币它其实在多头行情的初期会走得比较强至少19年、20年是这样。那我认为23年、24年也会是这样子至少在23年是这样，这可以已经得到验证了。那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下跌了我们当时进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下跌这个下跌很可怕从$4万跌到$3万，也是30多%的跌幅它也可以把绝大多数的杠杆给清出市场自从我们这次下跌之后呢，我们随后的大约1年的行情里面就是从这个21年从21年
这段行情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山寨币比较强势。那21年基本上比特币是4年一轮的周期嘛，所以我们再加你25年，我们这一轮我们会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会见到山寨币变得比较强势，当然时间点不确定但是确认会在25年，确认会在25年，所以我认为我们如果说真的要全力炒山寨币，或者说把重心从比特币、以太坊转移到山寨币身上的话呢，我们还要再等一年，才是我们最适合炒山寨币的时候，那还不是现在。那我们在山寨币的行情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熊市里面了。我认为我们这一轮呢也不会去脱离这个周期的至少我们从23年的行情已经可以印证了。那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是这么走的。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币种啦，就是以太坊以太坊它其实是介于比特币跟山寨币之间的。那你说以太坊会怎么走呢？其实我认为以太坊它在这个位置就是现在这里它出现的支撑呢，其实是很强劲的，而且证实这个支撑是有效的。这个支撑它已经在这个位置呢产生过好几次的反弹的这种迹象。那我认为它这里呢，其实如果说你还要再把以太坊换回比特币的话，有可能就真的会换在最低点。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波上涨，以太坊它其实是有跟上的。我也认为，甚至我们在4、5月的时候呢，热度会慢慢的转移到以太坊身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5月底的时候呢，以太坊的现货 ETF 非常有可能会通过。那么在事前呢，很有可能就会先有一波炒作，就跟比特币一样其实以太坊它在 ETF 的行情会怎么走？其实我们可以从比特币得到很大的借鉴，或者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参考虽然说不会走的完全一样，但是参考我相信是可以给到我们这样的指导的价值的。那我自己现在手上是持有以太坊那我也不会把比特币去换回以太坊但是我就会维持这样子的比例直到我们什么时候呢？看到以太坊它真的变得很强势了，我才会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不然呢，我会持续都以比特币为主的这样的想法去操作。那我们最后看回比特币以太坊的价格吧。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波上涨当中呢，很多币种它没有突破前高。但以太坊是有的，所以其实我认为以太坊呢，它是有跟上比特币的脚步的只不过呢，它要再走出自己的这种趋势，或者说以太坊走得比比特币强势的话，我们还要等一段时间。那现在呢，我相信我们要以比特币为主，至少这种做法呢，这种思路都还要再持续1年直到2025，我相信我们会再迎来下一次的转捩点。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